副教主是水神。文静背后那名凶兽化作的女子立刻喊道：是听听水神出手，他定然算到了此事，早早埋伏在那叛徒铁扇身中。5名老道互相对视几眼，居中一位老道沉声道：此事当真？文静皱眉抿嘴，默然无语。那女子颤声喊着：还请副教主饶命，此事千真万确，那道云气息，我等定不会认错。那般纸人，如今3界也只有水神一家。老道们的眼神顿时犀利起来，习惯扮黑脸的矮胖老道立刻骂道：哼，好个文静，你此前为何瞒而不报啊？文静道人有些欲言又止，眉目之中略带犹豫，似乎在权衡着什么。那名凶兽化作的男子抬头看了眼文静的背影，嘴角划过少许冷笑，故作为难状：副教主，还请勿因为此事责怪文静统领。当时那水神现身，我等慌忙失措，还是文静统领出手灭杀的那水神化身，我们才能顺利逃脱，回来对教主禀告此事啊！你说什么？一名老道顿时站起身来，双目瞪圆，喝问一声：文静，你当真杀了水神的化身？文静道人扭头瞪了眼那男子，后者立刻低头，似乎颇为惶恐。真资深演员的较量啊！混账！矮胖老道出声喝骂：前些时日老师下了死命，最近100年不可去招惹水神李长根。文静你也知此事，竟还出手杀了水神化身。那水神睚眦必报，心机阴沉，定会报复咱们灵山。文静你可知，曾有一位师兄毁了水神一具化身，就遭了截教赵公明针对。那时水神尚未得势，如今水神封得太白金星，主掌大劫之事，你还怕他对咱们记恨少了？文静道人慢慢地闭上狭长凤目，眼底有些无奈，又略带嘲讽。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若不杀水神的化身，我们怕是一个也回不来此地。此事若副教主觉得是文静做错了，文静自领惩处，但终究心底有些不服。他水神只是一具金仙境化身在那儿，若不杀他，我等就不能活，为何不能杀？文静，你这是给谁甩脸色呀？你……那名暴躁脾气的矮胖老道正大声地训斥，忽听一声轻叹，这老道的大嗓门戛然而止。一道身着灰袍的身影诡异地出现在文静道人身前，乾坤竟然没有半点波痕。几名老道急急起身，匆忙对着这灰袍身影做道揖，齐称：老师。文静道人身子一颤，立刻低头跪伏，不敢抬头去看这名灰袍老道。这气息，这淡淡的威压，西方教真正支柱6圣之接引道人，文静拜见大教主。接引应了一声，双手垂在身侧，身形略显佝偻。抬起头来。文静道人那苍白的脸颊沁出几滴冷汗，道心一片冰凉。圣人的威压，心底的秘密，如此近的距离，让他的道心几乎瞬间失守。但他终究是洪荒狠绝文道人，从血海一路走出来的鸿蒙凶兽，道心着实是坚韧。此刻缓缓抬头，狭长的凤目之中瞳孔在不断的震颤。接引眼睑半垂，那道目光仿佛能够将文静的道心完全看透。文静此时不敢有半点话语声，道心一片空明，强迫自己反复去想前几日那小世界大战的情形。那一头狂暴的青牛双手生撕凶兽，他于电光火石之间扯碎水神的指道人。不用怕。接引道人如此道了一句，向前迈出一步，绕过文静道人的身形，到那凶兽化作的男子面前。抬头。正低头俯身的男子喉结上下晃动，连忙抬起头来与圣人对视。稍请。接引道人道袍的宽袖轻轻摆动，男子的双目瞬间黯然无光，身形突然崩塌，化作了一小堆黑色的细沙，再无半分生灵波动。接引道人缓声道：文静身为暗护法守卫。言罢，接引道人身形渐渐虚淡，
在那几名老道领命声中随风消散。文静道人面色惨白，几欲瘫倒在地，但是他的嘴角露出几分笑意，对着灵山深处俯身拜谢。那几名老道面色略微有些复杂，看文静道人那曼妙的身形时，已经是露出了几分温和的笑意。刚才骂文静最凶的矮胖老道一甩衣袖，转身走远。半个时辰后，文静道人洞府中，一缕闻声掠过，文静道人现出身形，无力地趴在了床榻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要命！他宛若劫后余生，心底不由泛起了数日前所听闻的那一段来自水神大人的传声。不，此时已经是星君大人。文静，是我。你面前的这一头牛羚乃是老君的坐骑，实力在你之上，你的身份便是在老君的牛面前也不可暴露半分。趁着这一次机会，你不妨斩杀我的一具指道人，稍后再带1-2个手下逃回灵山，借此领功，巩固你在灵山的地位。一切随机应变，稍后对我出手不必迟疑。床榻上，文静道人轻轻皱眉，感受着刚才圣人威压带给自己的冲击，苍白的面色迅速恢复红润。大人到底要我在西方教潜伏到什么时候？又到底要我在这里做什么？按护法守卫，西方教3大护法之一，地位仅次于几名副教主，尚在普通圣人弟子之上。文静道人悠悠一叹，这差事当真越来越难做了。文静应该没事吧？小琼峰地下密室某幅壁画的画轴中，李长寿的本体正在背着手来回踱步。这一次让文静道人贸然出手，杀他一具指道人化身回去领功，始终是有些过于冒进，欠了稳妥。虽然他自认为做的是天衣无缝，但是终归是特意而为，很容易露出一丝破绽。罢了，想太多也无用。文静此时应当是已经回了灵山，他本身就是鸿蒙凶兽，洪荒狠绝，若遇到危难情形，定能够自行处置，我也不必过多担心他是否会暴露。文静这般惜命的洪荒老人，定不会拿他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还是担心一下，若西方教给文静的好处太多，文静在今后时机到了，下手时会不会心软吧。先时捕捉到灵娥正自湖水边驾云而来的倩影，李长寿的本体坐回了竹椅中，闭目凝神，继续处置后事。青牛跟铁扇这一次也算是度过了一次小劫难。当日这头牛暴锤鸿蒙凶兽的画面，让铁扇明显是看愣了。他知道青牛实力非凡，但是没想到竟然是如此的豪横。他一直惧怕敬畏的文姨，竟被自己托付终身，不惜牺牲自己也要去保护的情郎一掌拍成了重伤。李长寿在战后现身的指道人对铁扇所说的那一句话，扭转了铁扇许多固有印象。铁扇，你也要试着去相信身边人，别总是自己一个人去承担所有事。许多在你看来的难事，对青牛师兄而言，或许只是一件小事，瞬间把青牛的家庭地位提升了几个品阶。哥们儿。这一场山谷激战的最后，青牛在李长寿暗中指点之下，用芭蕉扇挥出了玄阴狂风，将文静道人和其他的2只凶兽直接送出去了数万里。随之青牛就带着回不过神的银发少女以及李长寿的指道人，匆匆离了那一片小千世界，径直回返五部洲之地。铁扇被西方教盯上了，自然不能够再继续游山玩水，而最重要的是，青牛外出浪荡了这么久，也该回归本职了。在李长寿的安排下，铁扇被送到了南赡部洲商部落，交由孔宣照拂，刚好与七情转世身做个玩伴。青牛稍后会如敖乙那般，每隔一段时日下凡与铁扇相聚一次，
若是能够得老君的应允，青牛在凡间多待一段时日也无妨嘛。半日前，李长寿已经将黄金绳交付给青牛，由青牛带回兜率宫中，寻牛之事就此告一段落。话说回来啊，一个青牛一个赵大爷，怎的动作都这么快啊？真的就对未来大捷没有什么顾虑吗？李长寿对此也只能够付之一笑。趁着这一段时日各处平稳，西方教跳得不欢，再次审查了几次有关封神大捷的安排。与天斗必须谨慎，再稳一点点都不过分。由此，一个较为严肃的问题摆在李长寿面前，他到底要不要分一些精力落在参悟八九玄功上，从此前的随便练练转变成努力钻研，从而迈入最后的2层境界。李长寿此前就已经察觉到了八九玄功并不完美，对于人族而言，缺少巫族那般天生强悍的肉身，修行八九玄功始终会有所缺憾。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之法，后土娘娘以拖延君交到李长寿的手中。祖巫本源精血，9为阳数之极，8为阴数之极。比如那9宫8卦的说法，八九玄功也有诸多含义。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八九玄功这个名字本就代表缺了一点，无法久久归元。这或许是天道所阻，或许是后土娘娘也无法将这门功法推演到圆满无缺，最后必须祖巫精血才能够补足缺憾。李长寿试着推演了几日，发现有祖巫精血相助的八九玄功与无祖巫精血相助的八九玄功威能相差十分巨大。若能得祖巫精血相助，将这一门玄功修行到极致，就可以多一门神通。元神只要不死，肉身随时重生。虽洪荒所流体修之法千千万万，但是能做到这一点者，唯有此玄。除却耽误自己精力，分散自己对均衡大道的感悟，修行此功能有什么坏处？其实并没有，总体而言还能多一点保命的手段。要不练个几十年呢？自此时到六圣赶赴紫霄宫商议封神之事，这数十年是难得的空档。李长寿犹豫了几日，终究还是下定决心，将对天庭、仙盟、临天殿的监察程度调整到自己能接受的最低水准，开始全力的琢磨八九玄功。这一琢磨却是如痴如醉，不能自拔。李长寿放弃此前随便练练得来的感悟，从头开始仔细的推敲，细细体悟，几乎达到了废云忘鹅的地步，连带着他走出密室的频率大幅度降低。灵娥每次见到自家师兄，发现师兄要么是在皱眉沉思，要么是在静心打坐，难得如此专注于自身修行。师兄这是遇到瓶颈了吗？灵娥如此想着，也只能在师父的牌位前多烧几炷香，祝福师兄能够早日突破瓶颈。顺带着，灵娥暂时牺牲了自己的修行，主动帮师兄关注仙盟之事，替师兄分担一些细碎的杂事。让灵娥无比震惊的是，师兄的这种状态持续了10数年。师兄在思索怎么成圣吗？要斩三师了吗？能卡住师兄10几年的瓶颈，该是何等的玄关。灵娥越发的担心了起来。还好李长寿并未长时间闭关，每隔几个月就外出走动走动，处理一下各处事务，指点几次龙级修行。灵娥虽然担心，但却不敢多问，怕让师兄有更大的压力。认真修行八九玄功的第16个年头，李长寿开始炼制一些灵丹，开始泡药浴，开始修行一些普通的剑法、枪法、拳法，开始布置一些雷火水风绝杀大阵，在闲庭信步般的进入阵中，享受一下阵法的轰击。这日李长寿刚从丹房外围的杀阵之中走出来，神清气爽，双目清明，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心底推演着八九玄功的妙处，
终于又体会到成仙之前一不小心就顿悟的舒爽感了。师兄。李长寿收摄心神，看向侧旁一身练功服的灵娥。怎了？师兄。灵娥满是担忧。你是不是卡瓶颈太久，道心有些不稳？随之灵娥凑了过来，帮李长寿揉着臂膀，柔声说着：其实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的，修行本来就急不得，仙人卡修为瓶颈数百数千年者大有人在，师兄你只是卡了10多年，很常见的。我其实是在练一门玄功，这一门玄功到了后面的阶段，需要借天地之力锤炼肉身元神，我用阵法讨个巧罢了。玄功？那李长寿将一枚玉符递了过去，后土娘娘所赠，里面有我的一些注解，你不必修行，看看就是了。师兄，是我资质太差，所以不能修行吗？不是，这一门功法需要吃一些苦头，对你而言并无太大作用。而且呢，若是控制不当，会变成凌厉的身形。灵娥纤手一抖，将玉符塞回李长寿的手中，立刻后退3步，对着李长寿拱手抱拳：告辞，不必，多谢师兄。李长寿笑而不语，将这一枚给杨戬准备的玉符收了回来。去将灵力喊过来吧。言罢，负手飘回丹房，准备开罗炼制增强肉身强度的灵感。不多时，灵娥带着熊灵力匆匆赶来。李长寿问了熊灵力一个简单的问题：想不想变强？